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海啸，威力相当于3万颗原子弹爆发，也是近200多年来史上最惨重的天灾。短短数秒之内，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原有的平静，天堂沦为地狱，10几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接连沦陷，夺走了超过27万人的性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亚大海啸，也称为印度洋大海啸。今天我们将通过影像重新回到末日般的灾难现场，揭开南亚大海啸的神秘面纱。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海啸都有哪些先兆，为什么威力会如此巨大。在此之前，请点击关注、收藏我们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现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4年12月26号早上7点57分。当时的人们正在海滩游玩，享受着热带温暖的阳光和蔚蓝的海水，人们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然而他们不知道是，平静的大海深处正在酝酿着巨大的灾难。而在苏门答腊群岛北部的罗克奈村，当时天气晴朗无云，年轻妈妈伊布努和往常一样，她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她的3个孩子正在屋内吃着早餐。2分钟后的7点59分，大地震动，天昏地暗。这场魔鬼级别的大地震，震级达到了9级以上，这个级别在人类地震史上排前3。虽然地震的震中位于深海，但罗克内村是离震中最近的海岸，强大的震动还是传到了岛上，震感非常强烈。剧烈的震动让岛上的一切都跟着晃动起来，紧接着房屋纷纷开始倾斜倒塌，人们开始逃亡到开阔的地区。但奇怪的是，一般地震至多也就1分钟就过去了，但是这场地震足足震了8分钟之久。可想而知，当时那个海边小村落可以说是一片狼藉。8点15分，刚刚经历漫长地震的人们开始陆续收拾废墟。其中一名年轻小伙萨姆索正在检查房屋受损情况时，他忽然发现大片的海床暴露在外，海水不知何时退去了数公里远。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困惑不已。不过还没等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只见远方有一道恐怖的水墙正在朝他快速逼近。他开始大喊大叫起来，疯狂地指着远处的海面。人们纷纷向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海面上有一道惊涛巨浪从远处的海平面上朝着海岸飞奔过来。人们一看海啸即将到来，如惊弓之鸟，奋力地往高处跑。但一切为时已晚，巨大的海浪还没等人跑出去几步，就一下子狠狠地拍在了岸上。他眼前的几百人一下子就被汹涌的波浪所吞没。萨姆索事后回忆说，第1道浪大约有10米，第2道浪更高，已经盖过了树梢，第3道几乎像一座大山，大约有30米。当时的场面实在是触目惊心。虽然当时萨姆索躲在山头的大树上，但强劲的巨浪还是差点夺走他的生命。这道惊人的巨浪急速冲过了苏门答腊海岸线，但这还仅仅只是开始，还没等人们从第1波海啸里反应过来，紧接着第2波巨浪随即而来。这次的海浪比之前更高，跟山一样高大。当巨浪落下时，伊布努和他的小女儿瞬间就被淹没了。强大的水流不断地冲击着这对母女，伊布努一只手抓着树干，另一只手抓着小女儿。他们2人此刻就像2片被急流冲刷的树叶，只能任由海水冲击。很快，伊布努体力就耗尽了。混乱中，他已经不知小女儿去向。顷刻间，这个海边小村落陷入汹涌的漩涡之中，强劲的巨浪正在无情地吞噬着人们。与此同时，北方13公里的班达亚市，刚刚的地震已经将这里变成一片废墟。当时人们还深陷在刚才大地震的恐慌之中，对于海边发生的一切，他们浑然不知。突然间，街上像是渗水似的，倒灌的海水从4面8方缓缓地涌出来，海水席卷了整个街道。人们看见海水正缓缓地推动着成堆的杂物，里面有汽车、房屋、钢板、刀片等生活用品。人们一边四处躲避，一边回头张望。突然，水流开始加快，短短几秒钟，湍急的水流速度已经比人奔跑的速度还要快，时速将近40公里。而这时，水中的杂物已经变成了致命的武器。海水裹挟着大量的杂物，以雷霆万钧之势涌入街道，席卷着街上任何能被冲走的东西。高处的人们得以幸免，但低处的人几乎是瞬间就被海水淹没，即便不被淹死，也大多被海水中夹带着的器物戳伤。但无情的海啸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一路向东疾驰来到被誉为度假天堂的皮皮岛。30多米高的巨浪如一张惊天巨网一般包裹了整个海边度假村。此时摩尔一家刚刚结束度假，准备离开。然而就在摩尔站在阳台往海面看去时，他不经意间看到他们屋外的游泳池此刻已经被浑水覆盖。起先摩尔还以为只是小小的海浪，但马上他就意识到他错了。
因为远处正有一个20多米高的巨浪，怒气冲冲地冲向沙滩。喜爱冲浪的摩尔马上就意识到了严重性，他马上呼喊家人逃离这里。但是30米高的巨浪还是无情地冲向了沙滩，恐怖的海啸瞬间摧毁了曾经美丽的度假村，这里有5000多人葬身在了海啸之中。这时候，海啸已经横跨了整个印度洋，继续以900公里的时速，在广阔的海洋上飞快前行，来到了2000公里外的斯里兰卡。当时，斯凯尔一家正在海滩上准备为女儿庆祝生日，然而就在他们呼唤还在梳妆打扮的女儿时，他的妻子发现自己脚下开始有水渗漫上来，不好的预感让他的妻子望向不远处的海面，刚刚还平静的海平面上，此时正裹挟着如高墙般的巨浪，迎面向海岸线奔驰而来。他转头朝着屋内大喊女儿的名字，但为时已晚，好几吨的海水直接冲向了他们的木屋，数秒之内，他们的女儿最后消失在汹涌的海水中。巨大的海浪涌入了城市，海啸张开了血盆大口，吞没了整座城市。一连串的巨浪将这里变成了一片汪洋，3万多人彻底消失在了大浪中。而远在3000公里的马尔代夫也未能幸免，海啸将这个岛屿全部淹没于海水之中。正值圣诞假期的大量游客被巨浪吞噬，恐怖的海啸还在沿途不断的破坏，海啸一波接一波的袭来，所到之处，房屋、树木、花草全部被连根拔起。最后，海啸一路把混乱带到了5000公里之外的非洲索马里亚海岸，并在这里夺走了大约400多人的生命，足以见得南亚大海啸爆发的巨大威力。至此，这场震惊世界的大海啸终于结束了。曾经热闹非凡的海岸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受灾各地都是一片狼藉，瓦砾混杂着遇难者的尸体出现在街头，人们纷纷找寻着自己失散的家人，一时间惨叫声、哭泣声混作一团，俨然一副地狱的景象。据不完全统计，这场灾难的遇害人数超过27万，光是苏门答腊就大约有17万人死亡，受难者中有1/3都是儿童，他们幼小的身体完全没能力和海浪抗衡。这场灾难震惊了全世界，海啸波及范围从泰国横越6000公里来到非洲，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7。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人们不禁要问，有没有办法预防呢？许多世界级别的专家纷纷展开调查研究，要解开海啸的面纱。首先还要分析这次海啸产生的原因，常见的8级地震根本就造不成如此巨大的破坏。最后，专家们经过多次的实验证明，引发海啸的原因是2块大陆板块在长期持续的挤压之后，造成了一条长达1600公里的板块断层。这种规模的断层是前所未见的，就有引发大型地震的可能性。而引发南亚大海的深海地震，导致其中一处断层瞬间出现了10米深的纵向裂缝，一瞬间腾起了数十亿吨的海水，这才引起了致命的大海啸。而每1吨海水带来的冲击力，都相当于一辆卡车全速撞击的威力，可想而知，当脆弱的人体遭到海浪冲击时的惨状。而这次印度洋深海地震的能量，相当于3万多颗广岛原子弹，能量转化形成了移动的水墙。深海地震引起的波动与海面上的海浪不同，一般海浪只是在浅水层波动，而地震所引起的水波波动，是从海底到海面整个水层的起伏。另外，专家把地震前后的卫星画面进行对比后发现，当时海啸在深海中的移动速度达到惊人的90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一架战斗机的飞行速度，在几小时内就能横过大洋。海啸在深海中的时候，波长可达数百公里，只是在海面形成又低又宽的波浪，几乎看不见。而到海啸进入浅水区时，速度变为每小时数十公里，再加上深度变浅，波长减短而波高急剧增高，可达数十米，形成含有巨大能量的水墙。水墙每隔数分钟或数十分钟就重复一次，摧毁堤岸，淹没陆地，夺走生命财产，破坏力极大。当时第一波海啸水墙高达30米左右，第二波海啸水墙更是高达50米左右。一般情况下，先登陆海岸线的第一波海啸，因为和地面摩擦，所以行进缓慢；而后来的海啸是在第一波海啸上行进的，所以速度要比第一波海啸快很多。并且当时印度洋并没有像太平洋一样安装有海啸预警系统，所以海啸来临之时，人们反应过来，想要逃跑已经为时已晚。而如果建立监测和预警系统，就能在地震来临前1分钟预测并通报，在关键时刻1-2分钟已经足以拯救生命，就可以大大减少损失。还有就是海啸、地震、台风、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都会产生次声波，而有些动物能够听到这些声音，比如大象、鳄鱼、老虎等可以听到次声波，它们对于远处发生的火山、地震、海啸等都会有所反应。
例如印度洋的这次大海啸，就有一头大象听到了海啸产生的次声波，躁动不安，不听主人指挥，快速地离开了现场，而乘坐大象的游客才因此幸运地躲过一劫，得以生还。另外，当看到大海出现异常退潮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有发生海啸的可能。而泰国的普吉岛上，一个小女孩拯救了100多名游客，当时他们正在阳光下的沙滩上享受惬意的假期生活，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即将到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小女孩蒂尼后来回忆说，当时海滩上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她刚好知道，因为她在2周前上地理课的时候，刚刚学过海啸的知识，知道海啸来临之前的前兆。当时还在海滩上玩耍的她，看到海水泛起了水泡，嘶嘶作响，就像水开的一样，她就感觉大事不好，海啸就要来了。害怕到极致的她对着自己的父母大喊，海啸就要来了，快告诉大家，让大家快跑。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么激烈的反应，他的父亲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及时把情况反映给了旅馆的工作人员。就在大家撤离的数分钟后，巨大的海浪突然从岸边向旅馆涌来，来势汹汹。但万幸的是，因为撤离及时，并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并且蒂尼一家人当时所在的海滩也是泰国仅有的几个没有人员伤亡的海滩。在这种可怕的海啸面前，人类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唯一的逃生方式就是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并且往高处走。目前全球有记载的海啸大约有260次左右，平均每6到7年就会发生一次。而受地震带的影响，仅环太平洋地区的海啸占据全球的80%左右。地球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灾难、瘟疫、蝗灾、地震、火山喷发、龙卷风、台风、陨石等等。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如蝼蚁般渺小。人类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在此，愿逝者安息。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我们应该过好当下，珍惜眼前的幸福。感谢大家观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记得关注我们，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